你见过一天之内就能杀死上千人的动物长什么样子吗？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一提起最致命、最可怕的动物，你可能会认为只有那些狮子、老虎或者豹子和毒蛇一类的动物才是最致命的。但事实上，自然界中的危险远比我们想象中要复杂的多，危险且致命的动物更是多得数不胜数。有些动物看似凶猛无比，但实际上对人类的威胁并不大；而有些动物看上去可能人畜无害，但它们的身上却隐藏着非常致命的武器。本期视频，黑土就带各位领导一起了解一下那些比你想象中要危险的多的10种致命生物。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谢谢。第10个，淡水蜗牛。你可能很难相信，我们从小就见怪不怪的蜗牛，实际是地球上最致命的动物之一，它们一年之内最多能导致20万人死亡。淡水蜗牛是生活在淡水中的腹足类软体动物，它的种类多达上千种，遍布世界各地的各种栖息地，无论是湖泊、河流，甚至稻田和一些潮湿的泥土里，都能找到它们的身影。这种生物看似无害，但它却是血吸虫的主要传播媒介。血吸虫是一种非常致命的寄生虫，它们会在淡水蜗牛的体内繁殖，人体一旦触碰到淡水蜗牛，就有可能被这些寄生虫穿透皮肤进入血液，从而感染血吸虫病。染上这种病的人，肚子会鼓成一个大包，严重的就会导致死亡，非常危险。所以在野外遇到蜗牛，千万不要盲目的触碰，尤其是儿童。对了，再有就是淡水蜗牛跟我们平常吃的田螺是2种完全不同的物种，它们的外观虽然非常相似，但却不是一类动物，所以各位领导千万不要恐慌，田螺是田螺，蜗牛是蜗牛。第9个，海豹。海豹是一种外貌非常呆萌的水生物，它们分布范围非常广泛，从大海到湖泊，从南极到北极，几乎都可以找到海豹的足迹。这种生物看似无害，实际上非常凶猛，尤其是生活在南极水域的豹海豹，它是所有海豹里最凶猛的一种。从视频里看上去它可能并没有多大，但实际上这个家伙的体长足足有3米多长，几乎与一辆小型轿车的长度差不多。它的嘴里长有非常锋利的牙齿，杀伤力极强，性情非常凶猛且暴躁。一旦有活物出现在它面前，多数情况下它都会选择将其猎杀。2003年就曾有一位英国的科学家被这种豹海豹攻击致死，浑身上下共被咬了45处伤口，死相相当惨烈。在南极地区，它处于食物链的最顶端，除了虎鲸和人类，豹海豹几乎没有天敌。第8个，非洲水牛。水牛曾经是一种在中国南方农村最常见的一种家畜，从它的身上你可能很难看出有哪些危险可言。的确，我们饲养的家畜水牛确实对我们造不成什么伤害，它们的性情温和，一般并不会攻击人类。但如果你来到了非洲，看到这种水牛，那就一定要警惕了，因为眼前的这个家伙是比狮子还可怕的致命野兽——非洲野水牛。非洲野水牛是一种非常凶猛的野生牛科动物，它的性情凶猛，攻击性极强，即便是草原之王狮子也要畏惧它3分。这种水牛的体长最长可达3.4米，体重可达1800斤。它们是群居动物，一群的数量最高可以达到上千头。它与狮子、大象、犀牛、豹子一样，被列为非洲5霸之一。这种牛的脾气非常暴躁，它头顶上那对尖锐的牛角就是它最致命的攻击性武器。一旦有其他动物或者人类接近它们，野牛群就会加速冲向入侵者，然后利用牛角将其贯穿，或者直接利用牛群的优势将入侵者踩踏致死。在非洲，这种生物每年伤人致死的数量比狮子还要多。毫不夸张地说，在野外遇到这种野水牛，实际上跟遇到野生的狮子和豹子一样危险。第7个，河马。河马是一种外形看上去憨憨傻傻的大型野兽，由于其外表憨态可掬，所以它们的形象经常会出现在一些卡通人物或者动画片中。久而久之，人们对河马的印象，尤其是小孩子对河马的印象，更偏向于可爱呆萌的一侧。的确，河马的外表确实很有特点，但真实的河马实际上非常可怕。河马是生活在非洲的一种大型半水生哺乳动物，它的体型非常巨大，体长最长可达5米，体重可达3吨。它虽然看上去笨重，但实际上非常灵活。河马的奔跑速度最高可以达到每小时30公里，它的脾气非常暴躁，领地意识很强。如果你不小心靠近它的领地，或者距离它的幼崽太近，那么就很有可能会遭到河马的袭击。河马的嘴里长有长达70多厘米的犬齿，它一口咬下去的力量最高可达3吨，这意味着它一口下去就可以直接将我们的身体拦腰斩断。在非洲，河马每年造成的死亡人数比任何其他大型动物都要多，几乎每年都有多达500多人死于河马的攻击，非常危险。第6个，箭毒蛙。不知道各位领导喜不喜欢青蛙，反正我一看到青蛙这类动物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当然了，也有一些人看到青蛙就想抓。如果你身处南美洲，尤其是亚马逊雨林里，遇到这种五颜六色的小青蛙，请千万不要碰它。眼前的这只就是位列世界10大毒王之一的箭毒蛙。箭毒蛙主要都生活在南美洲的热带雨林里，它身上的颜色非常鲜艳多彩，有蓝色的，有绿色的，也有黄色和其他颜色的。这种青蛙的体型很小，一般只有1到6厘米左右，看上去人畜无害，实际上毒性极强。它的皮肤表层包裹着一层粘液，这些粘液里含有一种非常致命的生物碱毒素，这些毒素一旦接触到我们的伤口或者血液，就可以迅速破坏我们的神经系统，导致死亡。一只箭毒蛙身上所携带的毒素含量就足以杀死2万只老鼠，非常可怕。在野外遇到这种五颜六色的小青蛙，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距离，千万不要触碰。第5个，大象。大象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之一，多数人对大象的印象都是温和的、友好的，但这种温和友好的大象仅局限于被人类驯养的大象身上，真正生活在野外的大象其实是相当可怕的。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小村庄，经常会有野生大象袭击农户的事件发生。由于象群在迁徙的过程中，有时会经过一些农村，从而破坏农作物。这些农户为了降低损失，可能会冒险尝试驱赶大象，在这期间一不小心就会遭到象群的攻击，非常危险。据统计，直至今日，在印度每年仍有100多人被大象杀死，非洲会更多。在全世界范围内，每年因大象攻击致死的人数多达500多人，这几乎是狮子和豹子的2倍。尤其是带着幼崽的雌性大象，几乎会攻击任何靠近它的生物。此外，单独活动的雄性大象也非常危险，这种象被称为孤象，它的性情极其不稳定，并且具有很强的攻击性。所以在野外如果遭遇大象，千万不要盲目靠近，要知道被这个大家伙轻轻一踩，就能把一个人给踩成肉泥，相当可怕。第4个，野猪。一说到野猪，你可能第一时间会想到它的肉质如何，好不好吃。但当你真正亲眼看到一头巨大的成年野猪时，你可能就会反过来想它会不会吃掉你。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在猎人们的眼里，遇到野猪其实比遇到老虎还要危险。在俄罗斯的远东地区，生活着一种体型非常巨大的野猪，这种野猪的体重最重可达800斤，它背部长有刚硬的鬃毛，这些鬃毛上还掺杂着凝固的松脂，非常坚硬。从远处看上去，黑乎乎的一大坨，就犹如一头黑熊一样。一旦你不小心激怒它，或者让它受到惊吓，那么它就可能毫不犹豫地向你冲过去，利用嘴里那尖锐的獠牙和强大的冲击力，狠狠地撞在我们的身上，非常凶猛。此外，野猪的食物来源虽然多数都是以植物为主，但它们是杂食动物，也会吃肉。如果一个人在野外不幸被一头野猪杀死，那么他的尸体很有可能会被野猪吃掉。所以说，世界上的野兽并非只有狮子、老虎这类的大型猫科动物才会吃人，有些杂食动物其实也同样危险。第3个，狗。没错，就是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狗。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地方，尤其是一些大城市里，养狗需要有证件吗？经常养狗的人肯定清楚，想要饲养一只狗当做宠物，必须要打很多疫苗。这些疫苗就是为了预防狗身上所携带的狂犬病毒。一听到狂犬病毒，你可能以为它距离你很遥远，但其实它很有可能就潜伏在我们的身边。即便是到了2024年，全世界每年仍有多达5.9万人死于狂犬病毒。要知道，这个数量仅仅是上报过的数量。在很多国家的一些农村地区，被狗咬死或者得狂犬病死亡的人数基本上没有被统计在内，因此这就意味着每年因狂犬病致死的人数可能远远大于5万。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狗咬伤，你知道吗？但是在我们国家，每年大约就有多达上千万人被狗咬伤，狗咬人的事件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假如有一天这种不幸降临到我们的头上，而咬我们的那只狗恰好携带有狂犬病毒，那么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会是晴天霹雳，因为狂犬病毒的致死率高达100%，一旦感染基本上必死无疑。所以此刻看到这里，我希望各位领导如果家里有宠物，请一定要定期给它打疫苗。家里没有饲养宠物的，也不要在大街上随便招猫逗狗，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请各位一定要看护好自己的宠物，也保护好自己的身体。第2个，鹤鸵。鹤鸵也叫食火鸡，这种生物生活在澳大利亚的热带雨林中。早在2004年，它就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列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鸟类。这种鸟不会飞，外表看上去也并没有多可怕，但它的性情实际上相当凶猛，攻击性也很强。鹤鸵一旦被激怒，就会利用它那强健有力的双腿，狠狠地踢向入侵者。它的脚趾上长有非常锋利的爪子，这些爪子在发起攻击时，可以刺穿其他动物的肚子，然后将肚子里面的肠子勾出来，非常可怕。
在个别国家的动物园里，这种鹤鸵被认为是动物园里最危险的动物，因为时不时就会出现攻击饲养员的事件发生。除了鹤鸵，其实鸵鸟这类动物也具有同样的危险性，它们的攻击手段都是利用强大的腿部。要知道，非洲鸵鸟的身高最高可达2.8米，它的双腿力量极大，脚上一般都长有尖锐的爪子，一脚踢下去杀伤力非常强。所以无论是在野外还是在动物园里，一定要随时保持警惕，以免遭受不必要的伤害。第一个，蚊子。蚊子是距离我们最近，也是每年杀死人类最多的动物。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在全世界几乎每年都有70多万人死于蚊子叮咬传播的疾病死亡。蚊子虽然并不能像大型野兽那样直接将我们咬死，但它的身上携带有很多病毒，尤其是疟疾和登革热。在非洲地区，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儿童死于这种疾病，而罪魁祸首就是蚊子。蚊子虽然体型不大，但对我们的健康威胁巨大，因此为了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到了夏季一定要做好防护。除了使用灭蚊工具，还要时刻清理蚊子的繁殖地。蚊子通常都喜欢活动在一些阴暗潮湿的地方，它们通常会将自己的幼虫产在水中，有积水的地方极有可能会有蚊子的幼虫，比如一些下水道、花盆底部有积水的花瓶、垃圾桶和杂物堆都是蚊子的繁殖环境。只有切断这些繁殖地，才能更好的预防蚊子滋生。最后祝各位都身体健康，长命百岁，每天都有个好心情。在森林里遇到猞猁究竟有多可怕？你见过猞猁猎杀狼的画面吗？眼前的这只长相凶狠的家伙就是猞猁，它是一种非常凶猛的中型野猫。这种生物的攻击手段相当残忍，战斗力极强。它在野外经常捕杀比自己体型大很多倍的猎物，无论是速度还是凶猛程度，它都要碾压绝大多数的食肉野兽。它是野狼的头号敌人，也是让很多食草动物都为之胆寒的致命杀手。由于其出色的捕猎能力和极其残暴的性情，人们将其称之为缩小版的百兽之王。与其他大型猫科动物一样，猞猁的种类也有很多，不同物种间生活方式也会有所差别，尤其是生活在我们国家的欧亚猞猁，可怕程度远在你我的意料之外。本期视频，黑土就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屠狼机器。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谢谢。第四个，赤猞猁。赤猞猁也叫短尾猫或者北美山猫，它是所有猞猁中体型最小的一种。赤猞猁的体长最长可达 1.2 米，体重约为25斤。这种猞猁主要都生活在北美洲，一般都活动在一些次生林中。第一次看到这个物种，相信很多人都会以为它是普通的野猫，只有当你真正了解之后，才知道眼前的这个家伙有多可怕。赤猞猁的适应能力很强，它们既可以生活在森林里，也可以活动在潮湿的沼泽地，即便是一些荒漠地区，都有可能出现它们的身影。由于它身上的斑点颜色比较特殊，外加上它的出没时间主要都是黎明和黄昏，所以一般情况下人们很难发现它们的踪迹。只有到了冬季，猎物比较稀缺的时候，它们才会冒险闯入人类的居住地捕杀家禽。如果此刻正好被你看到，记住千万不要盲目的上前驱赶它们，因为这很有可能遭到它的攻击。就在今年的1月份，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就有一名66岁的老人遭到了赤猞猁的袭击。据说袭击这名老人的赤猞猁看上去软弱无力，口吐白沫，貌似并没有太大的杀伤力，但恰恰是这种反常的行为才是最要命的，因为这种疑似患病的赤猞猁很有可能携带有狂犬病毒，一旦被咬，极有可能会被感染。此外，在北美地区遭到赤猞猁袭击的多数都是儿童和老人。赤猞猁的性情相当凶悍，一旦被激怒或者受到惊吓，它就会主动向人类发起攻击。别看它的体型不大，攻击手段却相当残忍。赤猞猁的犬齿和爪子都极其锋利，每一个爪子都犹如一把把锋利的小刀一样，轻易就能刺穿我们的皮肤。在发起攻击时，它一跃而起就能跳到我们的脸上，之后便会利用锋利的爪子对我们的脖子和脸部疯狂的攻击。它一口咬下去就会有2个深深的伤口，一旦咬到我们脖子上的大动脉，极有可能会危及到生命，非常危险。第三个，伊比利亚猞猁。这是世界上最稀有的一种猫科动物，曾经在全世界的数量仅为94只。伊比利亚猞猁也叫西班牙猞猁，这种猞猁的皮毛颜色与豹子非常接近，它的身上也长有类似于豹子一样的黑色斑点，远看上去很容易让人们误以为是豹子。它主要都生活在欧洲西南部的伊比利亚半岛上。这种猞猁的体长可达1米，体重最重可达40斤。与其他猫科动物一样，伊比利亚猞猁也是独居动物，在野外它主要以各种小型哺乳动物为食，尤其是兔子，野兔占它们食物总量的80%。
它的体型虽然不大，食量却异常惊人。一只伊比利亚猞猁平均每天都需要吃掉一只兔子，处于哺乳期的雌性猞猁更是每天都需要吃掉3只兔子。也正是由于这个爱吃兔子的习惯，险些让自己的种群从地球上彻底消失。在20世纪，由于伊比利亚半岛的野兔繁殖的比较快，数量很多，久而久之就对当地的农业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当地的农民为了保护农作物不受损坏，就在野兔的身上植入了一种名为粘液型痘的病毒。这种病毒会在野兔的种群之间传播，从而达到抑制野兔数量激增的目的。由于当时没有考虑到对生态链的影响，所以就导致野兔大量感染。紧接着，依靠野兔为主食的伊比利亚猞猁也因吃了感染的野兔死亡，随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导致大批量的野兔和猞猁死亡。最低的时候，全世界的伊比利亚猞猁的数量仅剩下94只，险些灭绝。除此之外，随着人类设施的快速扩张，几乎每年都会有新修建的道路。这些道路对于人类来说虽然是便利的，但对于这些野生动物来说却犹如地狱般恐怖。据估计，单是2002年到2019年之间，就有163只伊比利亚猞猁被汽车撞死，这也是导致它们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曾几何时，人们一度认为这个物种在不久的将来是最有可能灭绝的猫科动物，但后来通过国际动物保护组织的关注，伊比利亚猞猁的数量已经从之前仅存的94只恢复到如今的2000只左右。但即便如此，它也是世界上最罕见的一种猞猁。第二个，加拿大猞猁。这是生活在加拿大境内的一种猞猁，它的长相凶悍，攻击性极强。加拿大猞猁的行踪非常隐秘，它们仅在夜晚活动觅食，白天一般很难发现它的踪迹。即便是你有幸看到一只，那么它也会很快消失不见。这种猞猁的性情狡猾且谨慎，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迅速的隐藏起来。每当在野外遇到比自身强大的敌人时，它就会迅速爬到树上，有时候来不及逃脱，它还会躺在地上装死，等敌人走远后再悄悄的逃命，非常狡猾。这种猞猁长有一个厚厚的脚掌，厚实的脚掌看上去就像穿着一双雪地靴一样，可以帮助它们更平稳地行走在雪地上。与其他猞猁一样，加拿大猞猁的头体长度也在1米左右。它的捕猎手段非常高超，无论是地上跑的还是水里游的，包括天上飞的，只要是它能干掉的，加拿大猞猁几乎都不会放过。由于生活在寒冷的北美地区，需要足够的食物来为自己的身体提供热量，所以它们一般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种能杀死的猎物。它的攻击方式与大多数猫科动物相同，都是猛扑上去，然后利用尖锐的犬齿死死地咬住猎物的喉咙，直到猎物窒息而亡。它是雪地中的顶级猎手，主要以雪兔为食，有时候找不到雪兔，它也会捕杀各种小型哺乳动物。在某些情况下，它甚至能够捕杀比自己体型大很多倍的驯鹿。加拿大猞猁的忍耐性很强，为了能成功捕获一顿大餐，它能趴在一个地方静静地等待几个昼夜，直到猎物靠近才会猛冲出去一击致命。如果行动失败，它也不会对猎物穷追不舍，而是选择回到原处继续等待，就类似于我们钓鱼一样，耐性极强。这种出色的耐性也是加拿大猞猁能够轻易获取食物的关键之一。如果没有这种狡猾的性情，是很难在天寒地冻的加拿大北部生存下去的。第一个，欧亚猞猁。虽然以上的那3种猞猁从外观看上去与欧亚猞猁都差不多，但真正能代表猞猁这个物种的其实就是欧亚猞猁。它是战斗力最强、体型最大的一种猞猁。传说中的屠狼机器以及缩小版的百兽之王，指的其实也是欧亚猞猁。欧亚猞猁早在大约100多万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了。最早它们仅生活在亚洲地区，在我们国家的东北、河北以及西藏和四川、云南等地都有分布。到了更新世晚期，也就是距今大约1万多年前，它们才扩散至欧洲，逐渐的演变成多个物种。也就是说，猞猁这种生物最早是生活在中华大地的，欧洲那边的猞猁都是从我们这里扩散过去的。欧亚猞猁是一种中型猛兽，它的体长最长可达1.3米，体重可达60斤。对比其他大型猫科动物，它的体型虽然看上去不算太大，但这个家伙的爆发力与捕猎手段却极其出色。它能够单独猎杀体重为300斤的成年鹿科动物，像些驯鹿、马鹿、狍子、羚羊，甚至小型的驼鹿，欧亚猞猁都有能力将其猎杀。记得上面我们说过的3种猞猁，它们的食物来源多数都是以野兔为主，而欧亚猞猁的主要食物来源都是以有蹄类动物为主。虽然捕食体型较大的猎物比较吃力，但欧亚猞猁深知这些大型猎物带来的回报是比较丰厚的。据估计，一只成年的欧亚猞猁在1年之内就会杀死大约60只狍子，这种频率几乎与一些中大型猫科动物相当，非常凶猛。
另外就是人们之所以称它们为屠狼机器，主要就是因为猞猁与狼之间的种群仇恨，由于两者的栖息地重叠，能够猎杀的动物也大致相同，所以在野外狼与猞猁经常会出现冲突。不过大多数情况下，猞猁看到狼群都会选择回避，因为它深知以自己一个人的能力是根本无法对抗一群狼的。但如果换作是一头狼，那么猞猁可能会选择将其杀死，这一点毋庸置疑。在1对1的情况下，欧亚猞猁的确有能力杀死狼。上面我们提到过，猞猁是一种非常狡猾且谨慎的动物，它们并不会对整个狼群发起攻击，多数情况下，猞猁都是选择怀孕的母狼进行攻击。怀孕期间或者刚生完幼崽的母狼一般都很虚弱，只能靠雄性伴侣去寻找食物来维持生活。当公狼出门捕猎时，留在巢穴中的母狼和幼崽就会成为猞猁的首要猎杀对象。很多狼幼崽还没等长大就被猞猁给咬死了，这也正是为什么人们将其称之为屠狼机器的主要原因之一。而猞猁杀死狼幼崽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日后的竞争者。他非常明白这个道理，杀死一个就少一个。尤其是在白俄罗斯的利比多尔森林里，生活在这里的猞猁经常会猎杀狼，其中被猞猁杀死的狼多数都是幼崽和母狼。面对猞猁如此疯狂的挑衅，狼群自然也不会善罢甘休。每当两者在野外相遇时，狼群就会蜂拥而至，对猞猁进行撕咬拦截。不过结果通常都不尽人意，因为猞猁属于猫科动物，一旦遭到大批狼群袭来，它就能迅速爬到树上躲避。而狼这种动物虽然凶狠，但却不具备爬树的本领，所以只要猞猁爬到树上，狼群就拿它无可奈何。为了压缩猞猁的生存空间，狼只能利用群体的优势抢夺猞猁的猎物，并且也会报复性的猎杀猞猁的幼崽。总之，猞猁与狼这两个物种之间几乎就是水火不容，世代都有着报不完的仇恨。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你知道能杀死鳄鱼的鸟类有多恐怖吗？你见过400度热水都煮不熟的螃蟹吗？眼前的这些奇怪的动物，相信很多领导都是第一次看到。它们独特的外表与我们平常看到的动物都有着巨大的反差。由于这些动物都生活在一些荒无人烟的偏僻之地，外加上它们的数量也非常稀少，所以就导致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活到80多岁，可能也不知道有这种生物的存在。本期视频，黑土就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大多数人都从未见过的罕见生物。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谢谢。第10个，蓝角尖鸟。这是原产于东太平洋热带地区的一种海鸟，它的体长可达90厘米，翼展可达1.5米以上，体重约为3斤左右。蓝角尖鸟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那双亮蓝色的双脚，这双脚除了用来走路，另一个更重要的作用就是找对象。蓝角尖鸟找对象不需要车房的加持，也不用出高价的彩礼。当遇到心仪的姑娘时，它只需要将一只脚抬起来，就能让对方主动对自己投怀送抱。因为蓝角尖鸟脚掌颜色的亮度，就意味着它的年龄与身体状况，颜色越是鲜亮的，也就代表越年轻，生育能力也就更强。而脚掌颜色比较暗淡的，通常年龄都较大，各项能力也相对比较虚弱，所以雌性蓝角尖鸟更倾向于选择年轻的小伙子来做自己的另一半。第9个，雪人蟹。这是世界上99%的人一辈子都无法亲眼看到的生物，因为它的生存环境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动物都无法适应的。雪人蟹也叫基瓦多毛怪，它既不是螃蟹，也不属于龙虾，而是单独的一种深海甲壳类动物。2005年，人类首次在南太平洋大约2100多米深的海底发现了这个物种。它浑身雪白，腿部长有黄色的绒毛，看上去与龙虾、螃蟹有些相似，所以人们就将其称之为雪人蟹。雪人蟹的身上布满了细菌，而这些细菌就是它们为数不多的食物来源。这种生物生活在海底火山口的热液喷口上，这里的水温最高可达400多度，并且常年会向外涌出各种剧毒化合物。这些化合物对于大多数动物来说都具有致命的毒性，而雪人蟹却出乎意料的可以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繁衍生息。至于它们究竟是靠什么抵抗这种剧毒环境的，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第8个，鲸头鹳。它是世界上现存头部最大的鸟类，鲸头鹳也叫斜嘴鹳，它是生活在非洲东部的一种大型水鸟，主要都活动在一些人烟稀少的热带沼泽地区。它的外观非常引人注目，尤其是那个看上去又大又笨重的嘴。它的身高最高可达1.5米，翼展最长可达2.6米。它头部长着那个巨大的鸟喙，长度最长可以达到24厘米。这个鸟喙虽然看上去貌似非常笨重，但实际却犹如刀片一样锋利，一口下去能够轻易地穿透鳄鱼的皮肤。在野外，它主要以
各种鱼类、蛇类、蜥蜴和小型的鳄鱼为食。它的捕猎技能也相当高超。人们发现鲸头鹳的猎杀目标通常都要比其他大型鸟类要更大。在非洲，人们发现只要是1米以下的鱼类，它几乎都可以将其猎杀。这种独特的鸟类通常都是独居，除了繁殖季节外，一般很少会一起出现。外加上全世界的鲸头鹳数量仅为5000多只，所以想要亲眼见它们一面是非常困难的。第7个，马来貘。我敢打赌，在座的大多数领导都没有见过这种生物。它看上去不像熊，不像象，不像猪，也不像鹿。总而言之，这个家伙就是一个四不像。它其实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貘科动物。眼前的这位就是生活在东南亚地区的马来貘，也叫亚洲貘。马来貘是所有貘科动物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的体长可达2.5米，肩高为1.2米，体重最重可达1000斤以上。这种生物主要的生活在马来西亚半岛的各种森林里，它是一种纯食草动物，主要以各种植物的叶子为食。在马来西亚，它的地位等同于我们国家的大熊猫一样，都是国宝级动物。马来貘的头上没有坚毅的犄角，也没有尖锐的爪子和锋利的牙齿。它的体型虽然非常庞大，但是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威胁。它是一种非常胆小的动物，一旦遇到了危险，除了逃跑，基本上不会表现出太大的攻击性行为。它的逃跑能力非常出色，无论是在杂草丛林的原始森林里，还是寸步难行的泥潭沼泽，对于马来貘来说，基本上如履平地。成年后的马来貘体型巨大，在野外几乎没有什么天敌。第6个，骨虾。你见过能在水里放枪的虾吗？眼前的这个长有一大一小钳子的家伙就是骨虾。骨虾也被称为手枪虾。这种虾虽然看上去平平无奇，但它却是潜艇的最大威胁之一。骨虾前面长的那个大钳子能够以极快的速度迅速合拢，并向外产生类似于手枪射击的声音。它每一次合拢都可以向外产生高达每小时100多公里的高速水流。这种水流的冲击力可以直接将一些小型生物杀死。当这个水流出现时，会形成一个叫做空穴现象的微小低压气泡。随着压力恢复正常，水泡破裂就会发出高达218分贝的巨响。这种响声强大到足以让潜艇都避开声呐探测。如果一大群骨虾集结在一起时，发出的响声能够严重的干扰潜艇的水下通讯和声呐系统。第5个，曼加利茶猪。眼前的这个披着羊皮的猪，就是产自匈牙利的曼加利茶猪。此猪的身上长有一层类似于绵羊一样的卷毛，看上去非常奇特。虽然它的外表像羊又像猪，但这个家伙实际上跟羊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它实际上是匈牙利人在19世纪时利用匈牙利猪和欧洲野猪以及塞尔维亚野猪杂交培育而成的新品种。曼加利茶猪既保留了家养猪温和的性情，也继承了野猪超强的适应能力。无论是环境舒适的农场里，还是寒冷刺骨的低温环境下，曼加利茶猪都能很好的适应周围的环境。更突出的一点就是它们不但不需要人类太多的照顾，而且自己还能很好的照顾好自己的幼崽，基本上不用饲养者费心。这对于一些养猪的农场主来说，无疑是一件非常值得庆幸的事情。另外就是曼加利茶猪的脂肪要比普通的家猪要多1到2倍，这种肉质是做火腿和香肠的最佳原料。由于它的肥肉重量和瘦肉重量基本持平，所以曼加利茶猪也被人们称之为猪中和牛，也就是说这种猪的肉质是相当好的。当然了，它的价格也是普通猪的好几倍。第4个，六角恐龙。六角恐龙并不是恐龙，而是一种蝾螈，它的学名为墨西哥盾口螈。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水生两栖动物，原产于墨西哥，主要都生活在一些湖泊中。这种生物最独特的一点就是永远不会老去，它在成熟后便会持续保持着水生幼体的形态，直到死亡。它的外观与幼年时期并不会发生太大的区别，虽然得不到长生，但却拥有不老之术。它的体长最长可达30厘米，体重也就在100克左右。除了不会老去，它还拥有非常强悍的肢体再生能力。受伤后不但不会结疤，而且还能完好的生长出新的组织。无论是手背、尾巴、器官、眼睛，甚至是大脑被砍掉一半，它都可以实现再生。这种能力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动物来说都是无法实现的。正是出于其神奇的再生能力，早在上个世纪，科学家就开始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了。如今研究成果究竟如何？人类有没有可能借助它的能力实现肢体再生？至今为止仍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第3个，宽吻黑脉鸮蝶。宽吻黑脉鸮蝶也叫透翅蝶或者玻璃蝴蝶，这种蝴蝶生活在南美洲的中部地区，主要都活动在一些热带雨林里。它的翅膀是透明的，当附着在一些颜色不同的植物上时，光线和周围的环境颜色就会透过它的翅膀，帮助其完好的隐藏起来。它的翅膀虽然看上去跟玻璃一样平滑，但实际上结构非常复杂。放大后，人们发现它的透明翅膀上覆盖着一层类似于蜡一样的纳米柱，这些纳米柱可以阻止光线的反射，即便是在夜晚光线照射到翅膀上时，也不会产生
任何的反光。这种隐形技术可以帮助它们完美的将自己隐藏起来，躲避任何潜在的捕食者。它与大多数的蝴蝶一样，也是以花蜜为食，只不过这种蝴蝶吸食的花蜜中有很多都带有剧毒，它们会将这些有毒生物碱吸收到自己的身体里，用来抵御捕食者的攻击。所以在南美洲遇到这种透明的蝴蝶，千万不要手欠，因为它是有毒的。第二个，马达加斯加长尾灵猫。眼前的这个看上去像狗又像猫的动物，就是马达加斯加最大的食肉动物长尾灵猫。科学家第一次见到这个物种时，也分辨不出它究竟是猫还是狗，因为它看上去既有猫的特征，也与犬科动物有些相似。走近一看，身上还有些黄鼠狼的影子。其实它不是犬科，也不属于猫科，而是单独的灵猫科动物。马达加斯加长尾灵猫的体型相当于一头小型的美洲狮，它的体长可达80厘米，体重可达17斤。这种生物的脚上也长有类似于猫科动物一样可以伸缩的爪子，能够在树与树之间灵活的跳跃。它是一种食肉动物，在野外主要以各种中小型哺乳动物为食。这种罕见的灵猫仅分布于马达加斯加，数量非常稀少，据估计全世界的数量仅有几百只左右，非常罕见。第一个，鹿豚。有些动物的名字咱也不知道是谁起的，眼前的这个满嘴獠牙的恐怖生物就是鹿豚，它不是鹿也不是豚，而是一种野猪。鹿豚的獠牙长得非常张扬，看上去相当恐怖。这种生物主要都生活在印度尼西亚的苏拉维西岛附近，一般都活动在一些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里。它是一种猪科动物，在野外主要以各种植物的树叶、根茎和果实为食。鹿豚的体长可达1米以上，体重约为200斤左右。这种生物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那向上生长的獠牙。大多数动物的上犬齿都是向下生长的，而鹿豚的上犬齿却是向上生长的。在生长的过程中，它的犬齿会穿透皮肤，一直生长至它们的额头。如果不自行处理，这些犬齿就会刺破它的头骨，最终实现自己杀死自己的壮举。这种现象只发生在雄性鹿豚的身上，雌性没有。不过一般情况下，等犬齿长到一定的长度时，它们就会自己利用树干给磨掉。自己被自己牙齿杀死的情况虽然出现过，但却极其罕见。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图点个赞，谢谢。